4月的凌晨3点，比夏天来得更早的是永远热情的蚊子。大阪的蚊子应该是全日本最一视同仁的，不管你来自哪里，他们都会热情地追随你。幸亏我有准备蚊帐，不然这个晚上不知道该怎么撑过去了。托蚊子的福，一觉睡到了9点，还好现在不用上班，不然完了。不要看我现在悠哉悠哉的样子，前2年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可是996，早九晚九，1周6天，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是这个节奏，但它彻底压垮了我。现在我再也不想上班了。今天是久违的晴天，这个点果然阿姨们已经喂完猫了。虽然大家都觉得日本很先进，但其实偶尔也会踩坑，买到智商税产品。比如这个，号称挂着蚊子就不会进来，能管1年，根本没用。新做的馒头加了抹茶粉，看着绿绿的。直接丢进微波炉热6分钟就行。我没有买盘子，因为总感觉随时会搬离这里。过去几年因为工作一直在换城市，慢慢养成了极简模式，随时可以无负担搬家，好像过着一种临时的生活。家里人7月份要来日本玩，这几天在帮他们办签证。中国办旅游签证是按领区来的，我们属于北京领区，要提供一大堆材料，工作证明、收入证明，还要10万存款证明，真是不容易。然后再准备下旅游计划，我打算趁剩下几个月，把没有去过的地方都跑一遍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去市一所咨询一下搬离需要的手续。在这边生活，单车很重要。这个是我买的2手电动车，5万多日元，骑起来特别轻松。等快回去的时候再把它卖掉。最近日本出了新规，自行车必须骑在马路上，不然罚款很重。但马路上又没有规划自行车道，要跟汽车并行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害怕。不过我看大阪这边，大家还是照原来的样子骑。果然，日本是日本，大阪是大阪。去市一所里面了，不太方便拍。今天进度还挺快的，回国之前再来办登出手续就行。接着准备去趟诊所。日本和中国在医疗上最大的不同是，在日本你生病了得先去小诊所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都惊到了，藏在大厦里的，街边小房子里的，看着都好不正规。但这边的流程就是先去诊所，如果病情严重他们解决不了，会写介绍信让你转去大医院。要是直接去大医院，不仅多付好几千日币，还可能被拒绝。所以平时得花点心思研究哪家小诊所靠谱。在中国就不一样了，可以随时去大医院，多花一点钱还能挂到专家号。骑了快15分钟到了，结果人家黄金周放假了，谷歌地图 I hate you。 回来煮个正宗的辣味火锅当午饭。饭后整理一下房间，吸尘器是共用的，这个红色的吸力最强，最受欢迎。有段时间一直没看到它，管理员都贴了公告，哪位拿了吸尘器的快快归还哈。不过当然是以日语的非常礼貌的形式说的。说到智商税，之前那个防蚊挂件就算了，我还从中国买了一大堆这个美白手膜，本来是想美白一下晒黑的手的，
效果嘛，我觉得是有点傻，但是我现在发现可以带着它搞卫生。这样既不脏手，还能顺便美白，你看看是不是还挺滋润的？下午去超市采购，我准备去业务超市，虽然远了点，但是更便宜。先来点最便宜的香蕉。日本有个组织叫农协，管控着蔬菜水果的价格，说是为了保护本地农民，严格限制进口，所以日本的蔬菜水果都很贵。来自菲律宾的香蕉算是最便宜的，因为日本本地不产香蕉。这种时候也是我最想家的时候，中国的蔬菜水果又便宜又好，品种还丰富。再来点最便宜的豆芽。豆芽、豆腐、香蕉被称为穷人的三件套。最喜欢的那款鱼今天没到，随便拿一个好了。牛肉的品质倒是都不错，在烤肉店吃的价格，自己买回来能烤好多好多。最后一起花了5700日元，这是未来几天的食材了。今天天气真好，有种走进以前看的日本电视剧里的感觉。坐下来吃个刚买的冰淇淋。来大阪其实是因为6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日本女生，她是大阪人，想着第一次来有认识的人在总会方便一点。到大阪后也跟她一起吃过几次饭，但在我拒绝和她去相亲会之后，她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了。她邀请我的第一次我去了，那是刚到日本的第3个月，当时在备考日语 N1，还有1周就要考试了，但实在好奇日本的相亲会是怎么样的，就去了。结果挺无聊，女生坐在格子间里，男生换着过来聊5分钟，聊完换下一个，写上心仪对象的号码，配对成功了，工作人员就会让你们交换联系方式。对我来说是完全就是练了一晚上的日语，他还想让我第2天再参加一场，我说不行，这周末有重要的考试。他说拜托了，这是我一生的请求。拒绝了好几次，他说好吧，然后就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我了。虽然我给他发过几次消息，他都很冷淡。真的搞不懂女生，虽然我也是女生。晚上去最喜欢的家庭餐厅 Gasto， 这家店很受当地人欢迎，选择多，价格低，而且可以一直坐着，没有人赶你，基本是全自助的，进去自己找位置坐下就好。西餐、日料、甜品都有，自己点单，然后会有机器人送过来。
看这个甜品跟图片上的是不是一模一样。虽然快吃完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忘记加冰淇淋了，但是因为我已经吃得太饱了，这次就算了。意面、烤鸡块、西柚饮料再加上抹茶甜品，一共2300日元，是不是很划算？散步走回去，这边居民区晚上一个人都看不到，安静得有点可怕。简简单单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